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来宾，高嘉瑜委员、张继凯委员、江敏清院长、赖士葆委员、陈玉珍委员、张思刚议员、张营田将军啊。张营田将军是空军前副司令哈。因为今天美国空袭伊朗，所以呢，大家现在关心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哈？那川普原来说2个礼拜之后再决定，但是现在说川普呢，其实这是故意欺敌。故意骗但川普因此信用也扫地了。你明明说2个礼拜以后，就你一下就打人家了当然兵不厌诈了，欺敌是可以了，但是通常欺敌是军方欺敌可以，国防部长参谋长欺，你总统跑出来就欺不太好军无戏言嘛。那以后你还相不相信你呢？你做任何人不会觉得你在欺骗我们了好了，不管了，现在去打了伊朗3个地方的核设施了那用这个 B2 的轰炸机B2 轰炸蛮厉害的，隐形，所以雷达看起来像个鸟一样看不太出来。所以伊朗呢，要不然就是太弱，要不然就是飞机太强。轰炸机去回来，伊朗不知道，也没有拉防空警报，更不要说什么飞弹把它打下来，没有啊。这个轰炸机一定要在上面打，因为才会准嘛。你不太远了走，又不是飞弹那但是现在几个问题了第一个说美国为什么这时候发动？第二个呢，到底有打到了没有打到到底是不是把它摧毁了？18小时然后呢，而且还先欺敌，说先派了一组这个 B2 轰炸机到太平洋来，让他觉得说好像对抗中共，到这边来了。突然那边有一组又往那边跑，守密守的还不错，事先大家不知道那另外呢，用的是巨型钻地弹3万磅，3万磅1万多公斤呢，1公斤2.2磅那打这个直接去打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基地那另外呢，光这个说用30枚巡弋飞弹，还是先然后看嘛，7架飞机6枚钻地炸弹，它一个飞机可以载2枚了可以载2枚，但是呢，伊朗说我早就撤离了。没有炸到那撤到哪里去呢？这当然大家也在好奇。不过有一点，因为大家都会吹牛嘛，印度跟巴基斯坦打仗，大家就觉得说巴基斯坦坚持好像有打下这个法国的标风，但印度说他打赢了，印度出来的宣传都说他多厉害多厉害，每个国家都说他打赢，都说他很厉害那伊朗到底在讲真讲假？那伊朗说我没有测到核辐射，我们都没有核辐射。表示那如果有浓缩铀会有核辐射，那伊朗讲的不算，对不对？他旁边的阿拉伯国家也说我们没有测到核辐射，这有点奇怪了。这个辐射的话，你不是只有伊朗，旁边国家都会测到，那都没有，那他就炸了个什么呢？这也很奇怪川普说我正中靶心那这个而且呢，最严重的破坏在地底深处都把它给炸了专家说现在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损失有多少？所以有6个坑，有6个巨坑坑，但是呢，这个坑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那说呢，要好几天以后才会知道那 CNN 说呢，其实核弹技术伊朗早就有了啦那如果说他那个浓缩铀是移走了，说他的这个只要在3个月可以产制19枚核弹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气氛没那么乐观，川普很高兴炸成了，内部没那么乐观说一方面呢就觉得说你川普呢这个有没有违法违宪第二个呢是真的炸到了吗？另外就是伊朗会不会反制呢？会不会反制呢？那另外呢，这个伊朗会不会打你的这个美军基地呢？所以到底荷姆兹海峡被封的话，全世界这个20%的石油跟三成的天然气从那边走，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们看一下。万行如飞碟，美军 B2 轰炸机在午夜铁锤行动奇袭伊朗立大功。This was actually the longest B2 mission in decades. The B2 bombers took off from Whiteman Air Force Base in Missouri. 美东时间6月21日午夜，7架 B2 轰炸机从中西部的密苏里州起飞，搭配125架军机与空中加油机配合，让 B2 轰炸机能飞行18小时到伊朗。同一时间，还有6架 B2 轰炸机飞越太平洋，作为欺敌战术。A deception effort known only to an extremely small number of planners and key leader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in Tampa.
B2 轰炸机进入伊朗前，中东的美军潜舰发射近30枚战斧飞弹，先炸伊斯法罕核设施。1小时后，轰炸机编队进入伊朗，投下14枚巨型钻地飞弹，炸毁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半小时后，编队离开伊朗，安全返回美国。Entered Iranian airspace, the U.S. employed several deception tactics, including decoys, as the fourth and fifth generation aircraft pushed out in front of the strike package at high altitude and high speed, sweeping in front of the package for enemy fighters and surface-to-air missile threats. 美军编队如入无人之境，伊朗的防空系统完全没发现，成功欺敌在先，强大火力在后。美军用18小时完美炸伊朗，也震慑他的反美盟友。我们前空军副司令张英田将军在我们这边啊，几个问题了啊。第一个，这个飞机的性能啊，它2011年就有了啊，那去回来伊朗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个炸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呢，到底炸了什么东西？这一次美国所选用的是 B2A 这个逆中轰炸机，那个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逆中轰炸机，因为其他的也有轰炸机，但是不逆中。中国没有。中国大陆轰20还没出来，那轰20的到现在那也是逆中吗？我判断应该是要逆中，因为它是后来才做的。那如果不逆中，那用轰6就好了。对，那第二个，它这一次它总共只有19架，因为做了20架，摔了1架，19架。那这一次动用，它在美国本土自己摔，那是自己摔，可能飞控电脑出了问题。那他这一次动用那么多飞机，我们可以看保护它是不是？对，应该来讲的话，按照妥善率60%，19架的60%大概就12架，他动用了7架，显然这是大兵力了，因为已经超过。还一队还跑到太平洋来。对，它有点，我们就叫做这混淆，对，它混淆，有点对，声东击西嘛，也是缓兵之计啊。然后他这一次，你看他这次炸了弹之后呢，挂了弹，直接飞跃，他不要到其他的基地再去挂弹。换句话说，它这每一架载2枚的 GBU-57的钻地炸弹是载在上面，直接从密苏里起飞，然后经过空中加油。因为它后面它的正副驾驶还有一些领航官2个人，对，这个彼此对吧？而且我们叫自动 autopilot 自动驾驶，所以应该讲任务执行没有问题。但他今天这个进入伊朗呢，因为它是逆中，伊朗没有量子雷达，伊朗也没有米波雷达，所以是抓不到逆中战机。一般的都普勒雷达是抓不到的。好，那就是有入无人之境就进入。打个岔啊，如果这个飞机在中国大陆抓得到它吗？中国大陆如果是强波雷达，或许可以做解析，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雷达发射，那个雷达收到，这个雷达发射，这个雷达抓到了三角定位可以抓得到，但是伊朗目前还没这个能力，那就一般传统的都普勒雷达，这个地方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然后他这一次这个投的这14枚对福尔多跟纳坦兹这2个地方炸，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所说的伊斯法罕交给战斧巡弋飞弹去炸就可以了。然后我认为他有没有达成决定性的战果，我认为并没有，因为美国的阿提米斯号的侦察机跟美国的 RC-135U 电侦察机，它可以抓核辐射的，也没看到核辐射外泄。因为只要大了3%就可以外泄，何况伊朗只要真的炸了，一定会有核辐射，会有核辐射就出来了。浓缩铀啊什么不可能？对，这是没办法把它覆盖的嘛，这是一定出来嘛。美国的侦察机都没有察觉，换句话说，真正的没有炸到核心。那他是因为早先就说要炸，有可能炸嘛，所以他可能早就想说你要炸我把它移走，但是移到哪里去呢？好移动吗？对，浓缩铀，它可能是有2种状况，第一个它移走了，第二个。它仍然在原地，但是问题是你没有炸到核心，没有炸到要害，因为它在外面有靶心可以命中没命中可以知道，在地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就算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人造卫星的雷达照相也没有办法钻地，那你是没有，它在里面是弯曲的，你有没有办法命中？表面可以命中靶心，在地里面没办法命中它的核心。那换句话说，那在这一方面，美国如果真的是要玩真的，美国可以做2个措施，但是每个都没有做，所以这个显然是挺以色列。我的战略目标就是挺以色列，就达到了，我达到这个我战略目标了。2个可以做，第一个，美国可以实施空降作战，到福尔多，到我们叫的到纳坦兹，直接空降作战下去。但是美国没有逆中运输机，那一定会被抓到。那不要被抓到的话，就要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空降作战成功，把这个核武设施通通破坏，你要撤离就很困难了，因为附近没有机场，你怎么撤离？撤离的难度就来增加了。好，那现在还有另外一招，美国派海军陆战队上去，但是海军陆战队你只能到波斯湾，波斯湾上去到福尔多要600公里，你怎么样过去？而且它那是有高山峻岭，要翻山越岭，它的标高是1200公尺的高度，你这个从这个地方海港上去登陆到那么1600公里，来回600公里做撤退，你可以进得去，但是你要问题有伊朗有重层主炸做这个拦截，甚至你就算执行任务完毕，炸完地面破坏完毕，炸完了要撤退，你还有600公里要撤退才能到海港再离开，这个海军陆战队也有困难啊。所以美国要玩真的空降作战，或者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登陆才有办法。但是目前我看美国没有这样做，只是做一个战略轰炸，但是效果有限。他的副总统是说了哈，或者他的反正这些大官是说，我们不是跟伊朗为敌，没有。我们是跟伊朗的核设施为敌，这样会讲。我不是打伊朗，我是打他的核设施。对比如我打你鼻子，我不是打你，我是打你的鼻子这美国反正对美国看起来并不想派地面部队了，他没有把握了。美国的我观察美国这几年的这个战争也是，美国的专长是说打就跑。比如说我就这个斩首，他厉害，哇，这样啪斩了就跑了或是呢去一下立刻走。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出动，看到这几年他好像不愿意这样做，就像你讲的那个影响很大了那像这种炸你一下，我想他是很厉害的，这点他的飞机也好，然后这个情报也不错但是你说就要派地面部队去攻占去打地面战很难好吧？我们看这个核设施到底在不在？爆炸声炸响伊朗伊斯法罕夜空。轰炸机掠过天际，远方升起一团火球。美军打击伊朗核设施，代号“午夜铁锤行动”，新画面曝光。Iran's nuclear ambitions have been obliterated. 美国五角大厦宣布，这波袭击动用超过125架军机，3大核设施都被炸得面目全非。伊朗最大核设施伊斯法罕遭受美军战斧巡弋飞弹攻击，大片焦黑残骸遍布，地表约18座建筑都被摧毁。还有纳坦兹核设施，地表中央出现巨大弹坑与焦黑痕迹，离心机厂房几乎全毁。ما هیچ گونه آلودگی پرتویی و یا تشعشعات هسته‌ای خارج از سایت‌هامون نداشتیم و مردم بدون نگرانی می‌توانند در اطراف سایت به زندگی عادی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川普说，3大核设施都被彻底摧毁，伊朗却声明他们早就转移核材料，双方各执一词。但专家分析，就算美军重创核设施，伊朗核武威胁依然存在。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后，德黑兰街头仿佛平行时空，丝毫未受影响。伊朗核材料下落不明，就怕这份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来，院长。这个俾斯麦讲的最好，各位上网查一下。俾斯麦说，政治人物最喜欢说谎的3个时机：第一个选举前，第二个战争中，第三个打猎后。没打那么多，去市场买回来。打到一只狮子是吧？川普其实是复制了2017年叙利亚空袭模式，一模一样，打就跑，快打快闪那当然将军是专家，可是呢，我这整个就问那个物理系的老师说2个弹款军事专家说。这种2弹的 MOP 就是那种大型的钻地弹，在同一个地方打下去有没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以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它最严密的一个叫 Fordo， 它在地下100公尺以下，而且都是岩石，有加花岗岩。那你这个钻地弹能不能打进去呢？一般是60公尺，但如果碰到岩石，它会有减少。在软土生绝了，可是它是碰到岩石。那我给各位做个简单的简报来看一下，来，2颗。MOP 同时落在一个弹坑各位知道尝试不可能2颗圆满的打中第一弹的弹中心，叫弹中弹，几率只有0.1啦，0.1%，几乎不可能。第二弹落入第一个弹坑的3公尺境内，就虽然没有正中靶心直接打下去，打在3公尺的地方呢，大概5%了那如果5公尺半径把它加大的话，大概是10%那如果说只是打这个区域。那这个几率就大了，因为他们要打中的重心嘛，所以从这看起来，其实川普，你说为什么突然间从2周，大家以为是政治的 taco，political taco 又来了，那后来
纽约时报》也好，或者是华盛顿邮报有披露说，他是一小圈决策，比较鹰派的决策呢，告诉他说，这个时候一方面挺以色列，二方面呢，以色列许多空防的设施拦截率从9成变到6成5，恐怕后继不利的问题。那这时候如果你不出手的话，大家以色列人觉得你不够挺他，所以《纽约时报》说，川普的主要这一次的轰炸依赖一小圈的鹰派核心决策，那么是短暂战术得分，长期风险呢一定会全面开启。华盛顿邮报说，这个川普所点燃的已经不是外交战了，它是个信仰式的生存呐也就是说，一个马基维利式的川普碰到一个殉道者的哈马尼。那金融时报讲说，现在到昨天油价飙破110桶，朝113那个迈进，避险资金都涌入到了黄金跟美元，市场进入了霍尔木兹恐惧模式。那么英国的卫报说，伊朗则反进入了殉道型的生存博弈。你看这今天都写得非常非常清楚。那 NHK 跟日本的时报说，亚太高度戒备，打在中东地方，那个说不定台风会扫到我们这边来。那我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之下，未来那么后续发展会如何？我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模拟，因为大家在想定嘛，将军会做想定，知道会做了一个想定，把所有的大数据放进去，现在很方便了那个大型模拟机器里面，它的未来有限的冲突，伊朗呢象征性的报复一下美军基地，到最后呢接受谈判这个用空间换取时间，用时间换取空间，它的几率40%，那油价可能会回落到80块。中东的冷对峙持续。第二个是区域的代理人战争变成伊朗封锁海峡，加上真主党全面攻以色列，45%的几率，这个全球通货膨胀会飙升。那么中俄呢借机扩大中东影响力，最后是全面战争，几率就15%。也就是伊朗呢直接交战，美国跟伊朗直接交战。那么伊朗退出所谓的 NPT 永和的这个协定，核扩散连锁反应，美军陷入旷日持久战。也就是说，本来呢，你是一个在后面帮忙的 facilitator， 现在变成自己是主要的一个攻击变事主了，最后的攻击变事主，那个变成中东的以战争复制成俄乌战争，那就得不偿失了。将军我再补充一个问题他那个飞机过去他要多高丢炸弹？因为他这个为了防止地面炮火的攻击，他飞的是12000公尺。也就是36000英尺，而且它飞得高，那么高丢下来能够那么准吗？它雷达投弹呢，把这个大气的这些扰流，包含偏流还有高空，通雷达那个计算机帮它算好之后，在这个高度你要投那个点，它会告诉你时机，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按，它时间一到，一投就命中目标。所以雷达投弹完全不用目视，那它也不用俯冲投弹，误差会有多少？几乎没有误差，就是命中靶心了。因为它是电脑换算，比我们人在算呢还要准，你就按照那个去，时机一到，高度一到，一按下去就只命中那个位置。休息一下再回来。它是好，伊朗被炸以后呢，它也发射它的最大飞弹然后呢，这个射程2000公里，可以载1500公斤的弹头，4公尺长这伊朗的最强的这个飞弹去打以色列现在特拉维夫原来都还算平静，现在开始也是到处都有轰炸声那么以色列空军5天内炸了伊朗1100个目标，那以色列还讲你炸就炸嘛嘴巴还要赞，我有 operating freely。我是有完全的作战自由，爱炸那里就在哪里那川普就问伊朗说：“你怎么不能换政权，换他不就好了吗？”说呢，原来是要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现在改成 Make I Great Again，Make Iran Great Again 是我要让伊朗更再次伟大你们把你们的那个领导人干掉就好了那问题是，越是这种情况呢？除非你真的把伊朗毁了啦，否则的话内部搞不好更加团结。就像以色列总理，对不对？纳坦雅胡，以色列很多人也不喜欢他的党不过半他党是少数，他是联合政权但现在打起来以后，他还蛮稳的你想把他换掉吗？你怎么换？就像那个这个乌克兰也是你换领袖吗？这之后所以呢，
美国在动手以前，伊朗曾经警告过川普，说我在你美国很多潜伏人员哦，在美国发动恐攻。记得911吗？哦，我要在美国发动恐攻。那川普现在也是说，过去的恐怖这个活动哦，都是伊朗在后面策动的，所以我们去炸他，把魔鬼干掉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就问伊朗为什么不能政权更迭？你换掉就好了嘛，哦。那他们也认为说这是川普任内最大的豪赌，不过这话都言之过早，他才就任就多久啊？什么任内最大？你还不知道他将来会干什么事情，很难说了哦。而且说如果川普被报复，可能川普会被逼下台，我看也不见得。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台拉维夫传出爆炸声，镜头不断摇晃，远方冒出阵阵黑烟。We saw Iran's first response to those U.S. strikes on several nuclear facilities. A barrage of more than 20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ed towards Israel. 核设施遭美军袭击后，伊朗启德报复，先向以色列发射40枚飞弹，其中包含伊朗最大型的科兰沙尔飞弹4。这款科兰沙尔飞弹4号称射程2000公里，搭载1500公斤弹头，命中精准度误差只有30公尺，是伊朗破坏力最强的飞弹武器。伊朗这波飞弹连环炸造成至少86人受伤，塔拉维夫大楼只剩躯壳，钢筋外露，残骸四散各地，小朋友的玩具图书摇摇欲坠。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到场释灾，并再度称赞美国总统川普对以色列的支持。以色列不甘示弱，同样反击伊朗。军方公布的画面可以看到，伊朗 F5战机被锁定轰炸，瞬间解体。以色列军方表示，成功摧毁伊朗2架 F5战机、8具弹道飞弹发射器，并拦截了30架无人机。面对美国介入以伊冲突 ，CNN 分析，伊朗需要采取行动秀肌肉，好向支持者交代。除了威胁打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之外，伊朗国会已经批准封锁荷姆兹海峡，目前就等德黑兰政府以声令下。美国国务院22号晚间也发布全球警戒，建议美国公民计划旅行时要更加谨慎。来，大伟，这次打伊朗的事情就让我想到啊，因为现在来讲说，这个川普说我达到目标了啊，可是外面一直不断的讲说你最多就是60公尺，算80公尺好了，他藏在100公尺。啊，这样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伊朗应该做一件事情，因为它主要就是因为它不签那个非核协议嘛。那很简单啊，请 IAEA 的人来 check 一下，马上 check 一下，国际人这个核能总署、原能总署派官员、派那些这个专家来看一下。其他的国家都说没有这个辐射出来啊，他如果真的达到的，辐射一定出来的嘛。那你现在来看的话，辐射又没有，然后他说我转移了。他到底谁是谁非？找一个 IAEA 的团体来 check 一下。我觉得第一点呢，伊朗应该要做这个事情，让世界知道，您大家川普没有这么厉害，没有达到，没惊啊！这个他是60到80，我是100公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想到这个2年前呢，应该算是20几年前吧，啊，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就讲啊。为什么要打伊拉克？为什么打伊拉克？因为它有这个要大规模的毁灭武器。第一个，核能，也就是原子弹、核弹；第二个，生化武器。结果他就来一个沙漠风暴啊！还记得吧？刚才将军说的，哎呀，你没有出动地面部队，美国出动了，沙漠风暴出动了，陆战队进去了，部队都进去了，斩首都进去了。结果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发现说伊拉克嘴巴来攻那个总统啊，那个总统就是胡塞嘛，是不是？他喜欢吹牛的，就这样子而已。你发现里面是空的。现在外面就会有这个东西会对比哦，川普真的要很小心，你不要派陆军的或者派陆上的部队进去，然后到最后又是一场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说，我不跟伊朗的军队为敌，我不跟伊朗人民为敌。也就是说，我只打这个，可是我没有打你们，这很奇怪啊！你这么厉害的一个飞弹来跑来我们的国家里面打，然后你说你没有打我，这是第二点我想要强调啊。第三个，川普要面对的是美国的国会
的权利，宣战是国会的权利，要经过国会同意啊。你要打什么地方，这当然是宣战，那你打一个另外国家，是不是？第二个，权力政治的要关税，要对等关税，这个他引用了 IEEPA 这个法案，引用这个法案，这个要国会认为这个有问题啊。他现在等于是川普不断的闪这些国会的这些案子。他就引用其他的法条，包括里面来讲的话，用232条款也是回避了美国的国会，来达到行政权独大。老实讲，我都认为美国现在某种程度啊，是已经进入了紧急命令的，总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几乎没有办法说有国会来这个制衡他。对了，我们刚刚讲就是老美的专长，要不然就炸你，要不然就斩首你，然后快去快回，很厉害。叫他打持久战，老美就没有这个耐心哈。那另外呢，刚刚赖委提到这个 IAEA 就国际原子能署了哈，他其实原来每天都派人去检查，有的一天检查2遍3遍，就说，但是老美不相信他，哦，所以呢，但他现在烦恼了，他说因为一宣布要打仗以后他反而进不去了，就是伊朗就不给他去了，哦，之前伊朗是每天都给他去的，当然。给他去也不表示你就可以看到真的了，也许伊朗把它藏起来，我们不知道。那另外上个礼拜就前2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我也很纳闷，本来是说他这个核弹呢在地底下大概什么80到100公尺，由于说是他在地底下半英里啊，1英里是1800公尺啊，1公里是1000公尺，1英里是这个1600公尺，1600公尺，1600公尺一半就800公尺。你怎么炸呢？不知道。那伊朗有没有可能骗？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骗来骗去。伊朗有没有可能骗说我们埋在地下这个800公尺？我跟你说，我在80公尺，你就以为把手炸到就在地下800，也不知道。哦，那川普很喜欢拿你讲的话来打你，比如川普今天讲说我们是要打伊朗，因为伊朗过去40-50年来都说他要毁灭美国，伊朗就嘴巴讲，他就抓了这一点。哦，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哦。老美现在抓了中国大陆，每天一直在讲什么2025、20什么的，因为中国大陆曾经讲过说，2025它要变成制造的强国，2035要变列强制造的强国。好，老美就说了，你看看他2025就要变成制造强国，就要来打败我们了，就要赢上我们了。他每天就讲这句话，所以你老公自己说2025，人家有很多是激烈国内事迹啊，他就把他抓了以后变成说。打击人家的一个借口，因为他自己都讲了，不是我讲，他自己讲了，伊朗自己讲啊，40-50年一直讲要摧毁美国，摧毁美国，那现在呢，我就摧毁他，就变成这样子，好吧？那川普到底面临什么压力？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发文写下，伊朗所有核设施都被毁灭，甚至说是正中靶心。President Trump posting this says it's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to use the term, quote, regime change, but if the current Iranian regime is unable to make Iran great again, why wouldn't there be a regime change? 文末写下一句 MAGA， 仿效 MEGA 梗，要让伊朗再次伟大。但副总统范斯接受媒体访问，澄清美国并没有要向伊朗开战。No, we're not at war with Iran, John. We're at war with Iran's nuclear program.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推翻伊朗从来都不是作战目标。This mission was not and has not been about regime change.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最新声明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早已破裂。We've given it every opportunity. They played games. They tried delay tactics. 美伊撕破脸，日本首相石破茂下令高度监测中东局势，英法领袖都在呼吁双方克制，重返谈判桌。但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成员国立场分歧，中俄等国谴责美国行动违背国际法，严重侵犯伊朗主权。伊朗代理人势力近年来已被大幅削弱，俄罗斯盲打乌克兰，中国鲜少涉入中东局势。盟友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上周才会见川普，各方都在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面对国际盟友置身事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美军空袭后首度发声，呛以色列犯下大错，配有一张额头上刻有大卫之星的巨大骷髅头，警告意味浓厚。来，周委员，这个这个战地来的怎么看？我觉得，你看刚刚美国川普他说了，希望政权轮替嘛，跟这个他们的那个
那个发言人谁说完全不一样，说我们没有要政权轮替。那这个在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因为大家都认识川普，好像他说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说他的心里话。因为在这个伊朗里头的政权呢，大家知道伊朗的这个哈米尼嘛哈，他的这个他是亚塞拜然族了哈。那但是伊朗里头境内最大的种族是这个波斯人嘛，大概60%以上是波斯人。那所以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哈米尼在前面那个在往前以前那时候伊朗的统治是那个什么巴列维那个国王嘛，巴勒维哈，那个翻巴勒维对，然后这个国王嘛，所以是波斯人那个家族嘛，波斯人然后，所以实际上他境内本来就有波斯人跟这个不同种族之间的，就现在是少数种族在统领的这个国家。哦，那少数种族当然希望也可以常常想说可以推翻现在这个政权嘛，所以川普说也是没有错啦，他也没有说谎，他就说他在想要推翻现在这个哈米尼的政权，就是换人上来，那可能内部的那些其他不同派的哈有跟他们有联络，我自己这样猜测了哈，然后接着就是说，如果以国际的大局势来讲，那个哈米尼跟那个俄罗斯是关系相当好的哈，跟普丁关系相当好嘛。那虽然现在普丁的话是还在俄乌战争里头这个泥淖里头哈，但是普丁也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对哈米尼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推翻他，我们绝对会做很负面的动作，这是普丁说的。那表示这个普丁也表示他的意思的嘛。那当然还有那个海峡也是都是那个海峡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需要的这个石油啊、天然气从那里过，所以对中国大陆这个海峡也要封锁了嘛，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其实是经济上影响，所以中国大陆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从更大的局势来讲，如果美国在做更强势的动作，那会不会引起这个原来他们有一个轴心嘛哈，原来这个伊朗跟那个哈马斯那些嘛，以色列在打哈马斯，本来都是一个轴心。那如果再往下打下去，有人这样说，有的专家说会不会可能变成第3世界大战？因为如果打了哈米尼，打了伊朗，那普丁这边俄罗斯是不是也会必须要支持嘛？就要加入嘛？加入以后，俄罗斯跟中国也很好嘛，那美国又来，是不是会变成有人说担心演变成世界大战啊？那站在我们因为中东比较远嘛，站在我们亚洲的立场来看，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然后这个如果美国去，我们国内的专家担心的是这样：如果美国去打这个伊朗这边啊，变得力气的都用在这里的情况下，那他的力气没那么多嘛，他的力气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说要保护台湾嘛，对，要保护台湾嘛。那到时候如果这个时机点它比较空的时候，就美国比较没有那么有空的时候，如果中国大陆又最近经济又不好，然后里面政治好像有点不稳定哈，听说有点不稳定。那如果趁机攻打台湾，那这时候美国有没有办法救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啦哈。所以全球现在局势真的都很混乱了。的确是了哈，就是说这个到底会怎样哈？那伊朗的外长今天已经飞到莫斯科去见这个普丁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普丁能够帮助什么？他说乌克兰已经打得这个昏天黑地了，他能够帮他吗？那如果不能帮，那他去干嘛呢？哦，这个是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一个观察重点。我们休息再回来。